大家好，上期视频我们说到，热罗大师年轻的时候梦见几个控行母，让他去印度拜师求法。父母亲给了热罗10两黄金的求学费，哥哥和弟弟、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本村的乡亲父老都来为他送行，赠送路费，总共凑到29两黄金。热罗就这样辞别父母兄弟、乡亲父老，带着黄金和糌粑袋子离开家乡，踏上了艰难的求学道路。一路上，热罗既没有向导，也没有同行伙伴。他逢人就问路，有时遇不到人就凭感觉摸索行走，一路山高沟深，道路崎岖难行。有时要渡过汹涌澎湃的江河瀑布，有时又要穿过毒蛇猛兽张牙舞爪的原始森林，沿途还有拦路抢劫的库尔喀强盗。数月时间，历经千辛万苦，他才到了尼泊尔首府伊朗地方。这地方地形像朵开放的莲花，气候温暖，风景优美，有生长各种粮食和蔬菜的良田，河流湖泊纵横交错，草绿花红，四季如春。人们饲养的家畜除了骡马和黄牛、水牛之外，还有大象。这里是释迦牟尼降生之地，有很多佛陀足迹，是受到法漏滋润的圣地。有高僧、大成就师隐居密修的岩洞和勇士控行集会的狮林，宛如控行天界。伊朗周围有茂密的森林，生长着各种野果累累的果树和紫檀、沉香等多种亚热带植物。林中有鹦鹉、百灵鸟等众多飞鸟，啼叫声优美动听。在绿林环抱之中，坐落着伊朗城，周围有高大的城墙，四面有4个城门。城中有东西南北4条大街，建筑林立，有金碧辉煌的王宫寺庙、亭台楼阁，有蕴藏风格的各种商店和民宅。城中共有50万居民，街市非常繁华，商店和街头陈列着各种工艺美术品和食品，以及来自当地和外国的各种货物、用品，多得使人眼花缭乱。这里的人生活富裕，思想淳朴，过着清静和睦的生活。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到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弹琴吹笛，载歌载舞的场面。这里有很多寺庙和佛塔，灯火辉煌，诵经之声不断。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游客，关系都十分融洽，能感受到无忧无虑的佛教净土的快乐。热罗来到尼国都城伊让的西门，看到有很多纺织手艺人，他便向那些人询问尼国大成就师巴若大师住在何处。有位纺织手艺人说，在这山沟脑上有个称作伊让尼麻登的寺院，巴若大师就住在那个寺里。热罗便顺着指示的方向去寻找尼麻登寺。他一路边问人边走，当到达该寺附近的一个小山头时，迎面来了许多瑜伽修道士和尼泊尔少女，向他问寒问暖，拿他的行囊，说是专程来迎接他的。热罗说，你们可能认错人了，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怎么会迎接我？那些人说，我们没有认错人。今天早上，上师说有个藏地的有缘人要来，特派我们来迎接。热罗听到这话，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就跟着那些迎接的人向山上走去。经过一个山口，他看到一座仿佛是白色大象卧在地上一样的石山，山上周围是森林，中间有一块宽阔的草坪，旁边有淙淙的流水，草坪上长满了鲜花，林中百鸟啼唱不休，环境十分优雅。寺庙就坐落在草坪中央。热罗想立刻见到大师，一进寺庙就去禅房拜见大师。在大师座前进行叩拜后，他将随身携带的7匹绸缎作为拜见礼品献给了大师。巴若大师说，你去年就该来，为什么现在才来？热罗说，去年因某种原因而未能来，现在请求大师赐教殊胜秘法。大师说，可以，但你用什么求法？热罗将自己带来的全部黄金献给了大师。大师说，还有什么？他又将自己的外衣脱下，献给了大师。大师说，还有什么？热罗说，我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大师。大师高兴地说，听说藏人心诚，看来果然不假。他把黄金和衣服全部退还给了热罗，
并说我要黄金做什么？你自己拿去做费用。求秘法要准备会宫，速去做准备。热罗花3两黄金购买了做会宫用的酒肉点心，用7两黄金做灌顶献礼。首先求了金刚亥母法，巴若大师为热罗赐灌了亥母鼎，并将亥母的续经、修炼仪规和会功法全部传给了他。事后，热罗又去拜会了尼泊尔有名的另外几个大师，并一一结缘求法，然后又去朝拜尼泊尔上宫宝塔。去朝拜宝塔的途中，热罗遇到了一位邪教法师，他对热罗说：“你做我的徒弟，我可以给你传法。”热罗说：“你是谁？懂什么法？”此人说：“我叫布纳纳胡，懂得四吠陀印度教经典。”热罗冷笑着说：“我怎么会从马背上下来，反而骑毛驴呢？我已进入正道佛门，怎会信仰你那个外道邪教呢？”说的那个邪教师恼羞成怒，怒气冲冲地说：“你真是个白痴！哪个是正，哪个是邪？我要和你辩个明白。”于是两人就辩论起来。热罗用唇枪舌剑将那个邪教师辩得口如寒蝉，说不出一句话来。围观的人哈哈大笑。布纳纳胡说：“耍嘴皮算你厉害，7天后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说着便怒气冲冲地离去。热罗对此并不在意，继续转宝塔。那个邪教法师懂得飞厥咒术，回去就闭关修飞厥法，企图以飞厥击毙热罗。到第5天，热罗心慌意乱，出现了许多凶兆。他虽然暗中做亥母法消灾，但未见明显的效果。热罗想，我本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却出现了，只好请求上师做法对付。于是匆匆忙忙回到了巴若上师身旁。上师说：“你是否招惹了凶煞恶魔？是否受到邪咒的影响？是否违背了师训密戒？我昨夜梦到有座金塔倒塌了，太阳、月亮掉在了地上。这梦吉凶，不知你干了什么蠢事。”热罗就向上师诉说了与邪教法师发生争论的事。上师说：“糟了，那是尼国300名邪教法师中法力最高的一个，曾经咒杀了许多印尼两地的佛教徒，现在必须立刻采取强有力的应付方法。我有佛顶白伞盖破邪法，足以破除这个邪道的飞厥法，现在就传给你。”热罗非常感激，献上了1两黄金，请教了白伞盖破邪法。随后，热罗在他住的禅房中悬挂了一副金刚亥母画像，然后坐在一个大瓦缸中，在一块3寸厚的石板上画上了白伞盖密咒咒轮，盖住了缸口。他坐在缸中不停地诵咒。就在第7日夜里，先后飞来了3个桑木橛，第一个飞橛啪的一声劈碎了热罗禅房的门板，第2个飞橛定在了金刚亥母画像上，第3个飞橛劈碎了禅房的一个柱头。但由于白伞盖的咒力，热罗的生命安然无恙。邪教法师布纳纳胡听到他的法术被对方所破，而未能杀死对方的消息后，羞愧地上吊自杀了。热罗想，上师可能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法，便去请求上师把其余的秘法也传给他。上师说：“孩子，我再没有其他的秘法了，回去好好修炼吧。”热罗便把剩余的黄金全部献给了上师，行过告别上师之礼后，离开了尼麻登寺。热罗来到了尼泊尔城繁华的市中心，准备一瞻市容后返回故乡。正在人群中行走时，感觉后面有人在拽他的衣服，他回过头去一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尼泊尔少女。这姑娘嫣然一笑说：“你千辛万苦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求到稀有的秘法吗？为什么忙着要回去呢？”热罗说：“我已学到了秘法，准备要回去。”那位姑娘说：“你只得到了一些皮毛，没有得到精华，真傻。”热罗说：“那怎么办？”姑娘说：“回去耐心请求。”说完后便突然消失。热罗认定那是空行点化，又再次回到了上师身边。上师说：“你为什么又回来了？”他将空行点化的情况告诉了上师，并再三请求上师开恩。上师说：“我真的没有别的法了，若不相信，就去问我身边的弟子。”热罗怀疑上师并没有把真话告诉他，便偷偷观察上师的行踪。
他发现上师到晚上就单独一人进入密林，不知去向。有天晚上，热罗便偷偷跟踪，悄悄跟着上师来到了密林深处。在一块杜鹃花如云的灌木丛中，上师消失在一个岩洞中，他也紧跟上师进了岩洞。岩洞很深，最里面岩壁上供奉着一幅大威德唐卡画像，前面石桌上排列着武功。上师裸体，佩戴着骨饰，静坐在画像前。见此情景，热罗有一种从未感受过的虔诚喜悦之情从内心升起，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嘣嘣嘣地向巴若上师磕了几十个头后，跪在他面前，双手合十，泪流满面地唱出了以下的祷词：三世一切诸佛，慈悲应化救星，恩重无比亲师，怎忍遗弃徒儿？我的心脏肝肺全部交给上师，上师还能对我花言巧语相待。此法只字未提，还说法已传完，上师心口不一，徒儿悲痛心碎。现在上师定要传授这门秘法，否则粉身碎骨，徒儿也不离去。巴若大师听了徒弟的求告唱词后，便答道：甚深秘法就如海底无价珍宝，得之极身成佛，无缘难以到手。尤其部位金刚，独具10大特性，乃是秘法精髓，浮浅不得受用。请教珍贵秘法，要有昂贵礼品，要被空行会功，要使上师开心，要有不渝诚心，要有吃苦决心，如此便可赐教，否则别生奢望。非我故意隐瞒，此法空行保管，越轨空行不容，徒儿不要勉强。唱完此歌后，上师突然消失，不知去向。热罗想，这样高深的秘法，别处不可能有，一定要请教，不能错过机会。但现在我没有求法的费用，只好回家筹措费用，再来求法。就这样，热罗又准备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碰到一个老朋友尼泊尔医师。热罗将回家筹办求法费用的打算告诉了他。医师说：这是我可以帮你想办法，不必回雪域。这时有个尼泊尔大富商身患重病，百医无效，尼泊尔医师趁机把热罗介绍给了这个富商。热罗用金刚亥母加持法为他治疗，立见奇效，经过3天便痊愈。这位富商感激流泪地说道：救命大恩人，你从哪里来？到此做何事？详情告我知。热罗答道：惧怕生死关，雪域来到此，想拜巴若师，求得甚深秘。富商说：巴若大法师有法不轻传，以往众弟子深秘也未得，你也属徒劳，还请住我家。我家多财富，金库上百处，小女似花朵，也可侍奉你，我愿供养你，直至我老死。热罗道：君勿出此言，人身实难得，佛法更难闻，入道难上难。此生成佛法，传授师更稀。求法为拜师，虽死也不辞。享乐非我愿，我要求法去。富商又说：万一留不住，只好随师意，黄金500两，答谢救命恩。热罗带着500两黄金离开富商家，又回到尼麻登寺庙。但此时巴若大师已不在寺庙，问别的徒弟，他们说上师经常来无影去无踪，不知去向。热罗想，大概是我自己缘浅福薄，得不到上师的心传大法，只好把这些黄金供养给当地的寺庙后，一心一意回家去了。这天晚上，热罗做梦，梦见自己以蓝天为衣，大地坐垫，身披云霞，头戴日月，脚踩江河，身上起火，将山河大地烧成了灰烬。从他口中发出白光，照亮大地，吞下剧毒，身变彩虹，沉入海底，获得珍宝。从他自己的胸中射出彩光，把从四面八方朝自己走来的人群融化成光点后，个个消失等等。第二天早晨，他请尼泊尔医师圆梦。医师说：我不会解释梦兆，在国王巴拉海地的王宫北门外有个善于看相解梦的婆罗门长者，你可以去请他解释。热罗就去寻找那位长者。这位长者满头银发，挽着发髻，雪白的胡须披肩垂胸，面青，体瘦如干柴，双目炯炯闪光。当热罗离他10几步远的时候，
这位长者便站了起来，向他走来，以表示欢迎。一到他的面前，这位老者就说：“你是诸佛子，见面有福气。你身所具备13显贵相，谁若亲近你，就有解脱缘，成佛必无疑，观察无差错。”老者伸手挽着他，带他去到自己的住所。热罗取出1两黄金，献给了老者，请求解梦，并说精通奇术妙理，婆罗门中仙人，有事前来相求，希望不吝赐教。之后他将梦中之事说给老者听。老者说完，思考片刻后说道：“一般梦境是幻象，不可当真来对待，此梦并非一般梦，预示未来甚奇妙。天作依附是预示，将有成就如天高，众多学人成就师云集你的教门下。大地坐殿是预示，珠宝钱财资源广，救苦济贫建善业，福德将与大地齐。身披云霞是预示，纷繁思绪变禅悟。脚踩江河是预示，法脉不断似江河。头戴日月是预示，得到才华如日月。高明二师传大法，身上起火烧万物，化为灰烬是预示，你的法力胜众敌，魔敌无力对付你。你的口中吐白光，照亮大地是预示，弘扬传播佛智慧。你的法统遍大地，口吞剧毒无伤害。身遍彩虹是预示，你将五毒化菩提，自身慧光日增益。深沉海底的宝梦，预示你将会获得稀世珍宝无敌法，半年以后必证实。热罗听后非常兴奋，决定不辞辛苦去寻找巴若上师。他离开婆罗门长者后，便默默祈祷上师本尊和空行指引，迅速找到上师。他逢人就问巴若上师的下落，一路边问边走，不分昼夜，白天晚上都赶路寻找，翻山越岭，经过了许多湿林墓地、村庄、城镇、寺庙、山洞和原始森林，寻找了6个多月。牛皮鞋磨破了，脚上磨开了口，磨起血泡，流着血。他继续行走，带的干粮也很快吃完了。大部分时间在荒野、森林中行走，就靠野菜野果充饥。有一天，他走到印尼边界的一个大沙漠中，风沙刮得天昏地暗，阵阵风声像鬼叫一样阴森可怕。在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些稀稀拉拉的沙棘灌木丛，豺狼、虎豹、狗熊等许多凶残的野兽出没其中。一种死亡的恐惧感笼罩在热罗心头。沙漠中热得像火烧，却找不到一口水，他又热又渴，再加上几天没有吃饭，就晕倒在地上，躺了很长时间。刚一苏醒，他升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快要死了，四生此时我未能见到上师的面，希望在下一世见到上师，得到上师的传授教导。这个念头起了很大的作用，热罗马上觉得头脑清醒，身体也变得舒服了。正在这个时候，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皮肤漆黑、发辫很长的年轻女子。她说：“孩子，随我来。东边不远处有自然现象暗示庙里，若愿学法，可速去。”说罢就匆匆向东走去，热罗紧跟在他后面。他走到一个荆棘丛中，看到一群鹦鹉在地上觅食吃，药鹰从天而降，不声不响地把一个个鹦鹉叼走。剩余的鹦鹉好像什么也没有觉察到，继续木呆呆的觅食吃。热罗想，世人像鹦鹉，死神像药鹰。死神把自己身旁的人一个个带走，但人们好像若无其事，仍麻木地生活着。又走到一条水势凶猛的江边，岸上有许多男男女女在急着过江，有些人坐着牛皮筏子，船夫划着桨，平稳地过了江。有的人坐不上船，赤手空拳钻进水里游泳过江，结果一个个被卷入波涛之中，葬身鱼腹。从这里热罗觉悟到，上师是船夫，佛法是船。如果没有上师掌船引渡，就无法渡过这生老病死的江河。又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猎人被强盗杀死并劫走猎物的情景。热罗想，这猎人在捕杀猎物时，不会想到也会有人来杀他，真是善恶因果报应，分毫不差。这时那个引路的女子又出现在他的面前，说到南边的森林中去。
他就进入南边的森林。他先看到一个婆罗门长者在表演点石成金之法，将许多烂铁变成了黄灿灿的金条。热罗悟道，人身如铁，菩提心是点金树，人有了它就可以立地成佛。又看到一个小孩睡在地上，有5条毒蛇静悄悄地围着小孩，小孩酣睡不知。热罗悟道，世人因被无明覆盖，如酣睡的小孩，五毒缠身尚且不知。又看到有一匹骏马，打着金链子搅拌，寸步难行。热罗悟道，世人的心被分别执着思绪所困扰，而使智慧的骏马难以驰骋。这时引路的女子又说，去西边的森林中看看。他又去西边的森林，看到一个人坐在地上，眼盯着一块镜子，看自己的脸。热罗悟道，上师的教导如镜子，从镜子里看清自己的面貌，就是悟道。又看到一座冰山在炽热的阳光下融化为水。热罗悟道，血肉之躯经过升起次第的观修，就会化为光体。走着走着，又看到一条长着翅膀在空中飞行的玉龙，头上有一颗宝珠在闪闪发光。热罗悟道，法宝在自己身上，不需外求。这天晚上，热罗就睡在一个悬崖下面，引路的女子给他带来了很多食品，并嘱咐说，明天一早你就去北面的森林，你会看到一群天鹅，其中就有你的上师，希望你仔细辨认，不要放走。第二天一早，热罗就去北面的森林中等待天鹅。不久，果然飞来了一群雪白的天鹅，落在地上。他看了好久，无法辨认哪个是上师，这群天鹅便飞走了。引路的女子又来到他的身旁说，你真傻，又错过了一次机会。明天一早会出现一群仙女，其中有你的上师，必须捉住他。第二天早上，果然来了10几个如花似玉的仙女，他凭自己的感觉抓住了其中的一个。被抓住的仙女身上突然燃起了熊熊烈火，虽如此，她也没有撒手。仙女又像冰一样的融化成水，她仍然没有放手。融化的水突然变成了巴若上师。热罗见到上师后，一时高兴地晕了过去。过了一阵苏醒后，便在上师的脚下一个连一个地磕头，磕了很多头后，把身上带的所有黄金毫不犹豫地献给了上师，并请求道，我有福气缘分，今天又见恩师，请求开恩赐教，奇妙深邃密理。巴若大师眉开眼笑地答道，好个有决心的人，诚实伶俐求上进，身价性命制度外，一心求法堪称奇，不思家乡与亲人，寻师求教堪称奇，对于钱财无贪心，慷慨施舍堪称奇。你这奇异男子汉，堪受教诲是大器，藏在心底绝密法，毫无保留传给你。上师又说，我一开始就知道你是接受新传的大器，但当时一来时机未到，二是为了显示此法稀有珍贵，不可轻易传授，因此故意拖延。现在时机已成熟，可以传授了，速速准备会功。热罗说，这里是深山老林，无法操办贡品设施，不如回到寺院里去吧。上师说，传这法要绝对保密，这地方最合适。至于贡品和用具之类，不必担心。说完，上师做了个手势，一霎时来了许多控航母和勇士，带了很多点心、水果等会供贡品，有的搭台设座，有的建造坛城，有的陈设贡品。不到1个时辰，一切准备就绪。这天正逢初8，是上弦月的良辰吉日。午时，热罗被引进文殊阎摩尊黑迪坛城，大师为他举行了灌顶仪式。黄昏时分为他举行了文殊6面阎摩尊灌顶，夜半时分为他举行了世尊大威德13尊全面灌顶，并将其密序、观修次第、释法秘诀等一一进行了传授。在灌顶过程中，热罗亲眼看到空中众佛亲临灌顶加持的情景，并出现了奇异的光、声音和各种形状的彩虹，降下了五彩缤纷的花雨，像大地也以苏醒似的产生了地震。灌顶结束后，上师和控航勇士一起跳起了金刚舞，唱起了金刚道歌，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举行了控航会供餐。
众多控行勇士对热罗进行了加持，并在嬉笑之间预示了许多未来之事。天亮时，那些控行一一消失，坛城、贡品、用具不复存在，似乎是经历了一场梦。只有上师一人坐在空荡荡的地上。上师对热罗说道：金刚大威德秘法是一切秘术的精华，具有其他秘法所没有的13种功能，可以把大逆不道的恶人强制成佛，上等根器的人可以极身成佛，中等根器的人临死成佛，下等根器的人也可在中阴成佛。此法的传承中人个个都是大成就者，加持之能量传承脉气未断，犹如控行心血的甚深大秘，我已传给了你，望你不要轻易外传，应如法一心苦修，此生定能获得幻身成就。说完，将贡献的黄金全部退还给了热罗，并说：金钱对我来说毫无用处，原先接受这些供养，一是为了完成你自己修福资粮的心愿，二是为了显示秘法无比珍贵的价值。现在你可以带着黄金去供养各地的寺院和佛像、佛塔，诚心发愿，你必将成大事。说完后，巴若大师腾空而去。热罗按上师的指示，先后来到阳来穴、灵鹫山、郭丹布尔、查瓦查穴、四虎岩、80位成就师岩洞、夏荣塔雪尔、上宫宝塔等著名的神山圣地朝山拜佛、上供发愿，又去拜访供养了其他的几位上师，然后去到一个叫做桌顶的深山中，用树枝搭了个茅棚，住下来修炼，废寝忘食，忍耐酷暑严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在一个初秋季节，有一天他看到天上出现了奇光异彩，彩光中文殊师利佛坐在中间，周围有无数佛菩萨现身陪同。当时他非常喜悦激动，激发了一种深刻的慈悲和菩提心，思想豁然开朗，无数密续经典妙理立刻迎刃而解，能言善辩的才思从胸中汹涌而出，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在这1月25日早晨，他听到研磨染杂大威德主心咒咒声如阵阵雷声，震得山摇得动。他出茅屋观看时，看到铺天盖地的熊熊烈火中站立着大威德13尊真身，高大无比，威武雄壮，相貌十分恐怖，使他不敢正眼相看。周围还有许多武士和控行母。此时热罗自身的磨难与病灾全部被破除，身心顿觉轻快舒适，自然融入禅境，各种神通和能量随之生化，无阻无碍，分别执着意识如冰自消，自生现观智慧无边无际，像包罗万象的虚空，他获得了无上成就。他又在月尽之夜看到了阎魔黑敌和6面阎魔尊现身，在中秋节的晚上看到了妙音佛母美如天仙，身佩珠宝，怀抱琵琶的圣容，从此作诗作文的才思变得更加敏捷。在月底29日，护法吉祥天母带着许多黑罗刹女兵来到了他的身边，对他说：我来自木来顶湖，名叫凶煞魔女瑞玛蒂，我曾经帮助过你，现在和今后也会形影不离地跟随你，帮助你，希望不要忘记供养。说罢消失。此后陆续又来了许多尼泊尔国的大大小小的地方神，表示愿意听从他的调遣。他觉得近来出现的很多事情需要向上师请示汇报，于是他又回到尼麻登寺庙，向巴若上师做了请示汇报。上师说，这些事都是上师和本尊的慈悲恩典，你应举办丰盛的会供进行答谢。热罗一一按上师的指示照办。会供结束后，上师说，徒儿，你已见到了本尊和许多神灵现身，获得了无碍虚空智慧，得到了神通成就，现在你可以回到雪域，实现你利乐终生的心愿了。说完，将手放在热罗的头顶上，唱道：有缘分的学密人，富有诚意与智慧，前世学修功不浅，今生与我得相逢。一切密法之精髓，部位金刚的真传，双运境界已实现，本尊现身也亲见。雪域犹如漆黑夜，野蛮难以施教化，现在可以返故乡，智慧明灯要点燃。唱完道歌后，上师将自己常用的莲花金刚灵杵和一尊珍贵的石雕大威德像及秘籍手本赐给了热罗。
热罗也将自己所有的财物献给了上师，并行辞别之礼，唱道：恩重如山上师，徒儿诚心皈依，上师爱心关注，我与无量众生。我是师父教子，前世因缘促使遇到真佛作师，获得绝密心传，夙愿得以实现，从命返回故乡，请求上师保佑小徒顺利返乡，利众之事如愿，以后再见师面。热罗唱完，依依不舍地拜别上师，离开了上师的寺庙。临走之前，他又去告别那位曾捐赠黄金的尼泊尔施主。那位施主说：我算活着有福气，今日再次见到你，上次离别到现在，不知云游去何处。热罗道：受你重金去拜师，师父出外远游去，到处寻访6月于印尼边界的相遇，如愿以偿的秘法，而今就要回雪域，商主可好可如意，情深意长，真可喜。在富商的苦苦挽留下，热罗住了半月。富商赠送黄金，他未收分毫，只接受了一些当地所产贵重药物，与尼泊尔医师结伴，踏上了返乡的归程。